大家好，我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直播。老师前两天啊，我们才谈到一件事哈，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那个临时的直播啊？那我们谈到啊，这个对大国而言呢，川普这个关税啊是行不通的，一定会有反制。但是对小国而言呢，他一定会什么投降或者出大事。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隔天啊，那个越南就直接给他怎么样？直接给他双腿一软就下去了。那这个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说到哈。好吧，一开始啊，我们来先谈一下我们那个春季的补运法会啊，我们就开始报名了啊，在下方我们有报名的连结啊，那我们4月18就要办了，接下来不到10天的报名时间哦，这个结束就结束了，一年只有2次，你过期就是过期了，我没办法帮你补办，你付再多钱也没办法。多一点可以考虑，没有来开玩笑的，这不行的哦，这个一年只有2次哦，神明允许的时间就那2次啊，我们选定了这个是有经过仪式去跟神明请示这个时间，那它上面赐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才能够去办，不是老师自己翻农民历就可以办了啊，不行，这个是不行的。那第二件事情啊，因为现在整个环境啊是非常的诡谲多变了，那老师觉得啊，是不是应该把我的技术多放出来一点？所以说，老师现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把我们的风水学啊，把它教出来做成一个网课。那这个网课啊，可能会跟之前的八字比较不一样，因为八字它是一个学理派。那我们接下来如果要做风水学的课程的话，那老师可能除了 PPT 之外，我们还会有实境的录影，就是老师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房子里面去啊，也有可能是学员的房子啦，就是谁报名了，我去你家，对不对？然后开始分析，然后怎么样去定这个位，然后跟大家分析一下你怎么去看，那有实景的话，那各位才能够知道说，原来是这样，不然的话你都是一些图啊，你可能看不出来。所以未来有可能做这件事情啦，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这个乱世嘛，哪一天如果解放军打来了，我要被炸死了，看他们糟糕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就没有了，这个几十年的功力就没有了。我在想啊，这是不是至少这个啊也把它放出来啊？有兴趣的各位，你在结束之后啊，再跟老师谈再老师发表一下，你有这个兴趣哈。至于多少钱我不知道，我还没有去想，我只是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情啊？因为教风水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以前我们在学风水的时候啊，都是走破鞋的，你知道那个鞋子是要走破的，爬山涉水那个是一定要的，你要看山看水，手要插在泥土里面测温度。当然，各位学就不用那么复杂了。我们这教的就是阳宅学哦，阳宅学的话就是不用手不用插泥土了，那都不用了，哪里都不用插，好吗？要告诉你怎么样去趋吉避凶，怎么样利用流年的时候你要自己去更迭。那你现在住的房子呢？你怎么判断说这个房子能不能住，能不能买啊？都在这个课程里面。那我是已经想好课程的大纲跟他拍法啊，就看各位有没有兴趣而已，好吗？也不会太贵了，我的课程都不会卖太贵了，我一向都是这样的想法，好吗？好，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哈。那当然我们知道啊，在这一个我们今年的川普啊，他已经做了非常非常特别的万国关税，这个等于说他跟全世界宣战的意思。各位你要知道啊，所谓的关税壁垒，它跟战争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战争是热兵器的攻击，但是你关税啊，基本上啊，也就是一种侵略他人的武器，因为你要让别人受损来帮助到你自己嘛。当然有人会说这个不是吧，这个是美国的进口商讲的，不是。你不能这样看哦，它本身就是一个无烟硝味的战争，所以说啊，当时为什么会引发二战啊，都跟钱有关系的，对不对？就不要小看这个钱的问题啊，钱的问题都是引发了所有的问题，好吗？就像以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历朝历代一些战争啊，都是因为4个字民不聊生，所以就改朝换代。这是不是一个很流程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跟资本有关系。你资本不平均，那么民众就会揭竿起义，陈胜吴广就开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以这世界任何一切啊，都在它利益的流动，掌握好它这个利益的流动的方向啊，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趋吉避凶。这个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你看老师的节目，你就要学到是说，我们要观察到世界的一个经济的流向跟未来可能的趋势。那么你自己跟你的家庭，跟你甚至你的家族，你要怎么样从这个地方迈进？那你就可以去了解了。当然，你不能跟李嘉诚他们大公司去比啊。李嘉诚大公司他们，或是华伦巴菲特啊，或是索罗斯他们一看就是10年，甚至连这次的关税战，他可能在4年前他就有预测到可能会这个状况。所以说不能，我老师还没有办法跟他们比。但是你自己来讲，看老师的节目啊，你就要去习惯了，去思考他为什么，而不是说怎么会啊。你要想到为什么跟怎么办。这2个是要有前因跟后果，这跟我们学命理是一样的，这2个一定要去抓回来，好吗？所以说，我们在看这次的美国关税战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这是特朗普的，也就是川普老先生的，他一个人格魅力是什么呢？他在过去到现在，他用了所有谈判学，包括他们企业的风格，他都喜欢营造一个神秘感啊，这是他的那个黄色的金发盖住他的秃头一样的意思哦，他非常
他非常去保守的去让别人看不到他，他才能够让他自己能够极限施压。哦，这个是商场上尔虞我诈的一个方法，但是一套啊，用了几十年之后啊，你后面在做的时候就容易被他看出来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当时老师就有判断是说啊，你建立起一个什么关税长城之后啊，你一定是要别人单独去跟你达成协议。这个一定是他的一个模式，这我们好像礼拜一吧，还是什么时候的？礼拜几忘记了，反正当时老师预测到。你看，想到这件事，我就想到了这个。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比各位还要来得早，因为他那个会有一些当地的朋友半夜就发讯息给老师了，就被叫起来了。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大概我就知道了。但是呢，我就忘了怎么样了，我忘了去下单，你知道吗？我忘了去做空美股，我就忘了。我一天到晚在想，我怎么跟各位去这个解释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要怎么预测它，然后怎么样去做节目，我就忘了自己去下单。如果我去下单，开一个杠杆开100倍，对不对？$1000，我现在滚了有10万块了，你知道吗？那个就是10万块美元的利润了，比我一年赚的还要多。忘了，你知道吗？就忘了。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地方来看，我们就知道啊，他是希望各个国家跟他达成了一个单向的协议，然后呢，他依照你这个国家的特色跟给他的利益来说，他去一一的跟你做谈判。但是这个状况啊是蛮糟糕的事情啊，这状况是蛮糟糕的事情，因为他的方式啊其实蛮简单的，跟慈禧万国宣战是一样的意思。他要建立起跟墨西哥围墙一样的关税壁垒，然后开这个小道一一洽谈，小国会同意，大国会反制。为什么呢？其实那个大原则上面是因为你的小国家，比如说越南、柬埔寨啊、辽国、缅甸这些国家，它是多代工的公司，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技术，没有知识水准也不高。有人不服气啊，老师越南现在很高，没有啊，越南也没有很高。我说实在，真的没有很高。因为他们那些的百姓的素养没有这么高，所以说他们能做就是劳力的工作。那这个东西对统治者讲是最好的，因为你百姓太聪明了，你就不容易统治。所以为什么大清王朝当时的国力世界第一，但是康熙皇帝即使知道他自己会算微积分，他会精通4、5国的外语，然后呢，他也知道怎么样去看这些物理跟化学，他都懂得事情哦。我告诉你，以康熙皇帝他的一个学习能力跟他的一个学识能力啊，放到现在他当一个硕士那是绰绰有余的。你说他当博士，我都觉得他是可以合格的。为什么？因为他网罗了中外所有的科学家、物理学家，还有各个学问的人。从他从几岁开始？我记得好像从他14岁开始，精研日讲，然后到他那个到快死亡之前啊，才开始停止。他每一天都在上课 ，every day， 你知道吗 ？Ego Bigo Day， 他 every day 都去给他去上课，他没有停的。战争三藩之乱的时候，他也没停；九子夺嫡的时候，他一样上课。那些大臣都要给他去做那些日讲，对不对？然后讲完了课程之后，再跟讨论现在的时局。所以说，康熙皇帝他是非常强悍的，但是他为什么不让百姓去做广泛的教育呢？他知道教育很重要了，他为什么不做广泛教育呢？因为他其实担心很简单，百姓太聪明了，不去耕田，来跟我去讨论一些现实科技，还有一些实证，那我还怎么管理你们呢？要去明白这个环境背景啊，因为康熙皇帝他是到了他手上啊，其实才40年的左右的满清建立时间啊，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是很确定是说他的政权是不是非常的稳当，而且要知道他经历过台湾收回的问题、准噶尔叛乱、三藩之乱，他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打仗，他很担心我时局不稳。那让你们再聪明一点，那我是不是更加的不能够去抗衡呢？所以说他很害怕汉人，因为天下80%以上都是汉人，他就怕压制不住汉人的一个智慧。那所以说后面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教育普及。当然，你后面到了雍正啊、嘉庆啊，他们更没有这样的远见，因为他们的智慧远远不及康熙皇帝。好，康熙皇帝说他千古一帝啊，其实是当之无愧的。他其实可以跟那个明仁宗跟明宣宗一样哦，他们是当的是一代民主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那些国家，比如说越南、辽国、柬埔寨，他们都是这种代工的多，因为百姓的智慧不够，你研发是有限的，你可以做一些可能缩短制程的一些巧思，但是你要做到研发制造哦，说甚至跟上一些高科技的脚步，你有没有这些人才？有，但是太凤毛麟角，对不对？你可能1万个他们大学生里面能够做出来的，跟相关领域去研究的合格的，你可能不到100个人，100个人里面可能都是一般的人才。因为1%呢不叫做人才哦，1%呢只是算是你可以挑出来的人。你要是1/1000的人，你才能够是说，哎，这个是可以用的。所以说小国为什么老师就说他一定会投降，他们一定会去直接服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跟特朗普去竞争啊，这个是有他的原因在的。但是呢，这个关税呢，大国跟小国之间呢，彼此的互相的去跟美国去纠缠这些事情啊，会造成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这个政策啊，在这一个月，我们就说先讲1个月内，它没有任何很好的一个变化的话，
代表是说各个国家都开始跟美国去谈关税，反正又不是总统去谈嘛，也不是总理去谈，一定下面的人去慢慢的交涉。但是你每一样商品的关税会不一样啊，比如说是以前做贸易的，对不对？从那个中国进货进来，然后卖到台湾的市场里面，但是你每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税率，你玩具是玩具的税率，文具是文具的税率，电子商品是电子商品的税率，你各种税率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就会进行到一个非常冗长的谈判。为什么？因为美国的人有限，美国做这些关税的是有限，他又不是说啊，我今天准备了200万个人就跟你谈这个关税，没有。因为他们就是这些人，他面对全世界的人去跟他谈关税，而且不可能川普一个人去决定这关税行或不行啊，他也没那么多的体力，他现在还打小白球呢，对不对？总统要放假的，是不是？所以他们的政府雇员没这么多，加上伊隆马斯克砍的又很多，所以说砍的多，人数本来也不多。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去谈这个关税，就会变成非常冗长的一个事情。而世界的所有经济潮流啊，在过去的美国带领之下，一直都是全球化的制成。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国家去分工你们所擅长的地方，比如印度很会做药，虽然不卖给别人，但他自己会做药。那台湾呢会做半导体，中国呢会做鞋子，鞋子现在变到越南去了。那现在中国做一些小家电，这些都是各自擅长的地方。然后美国会玩金融游戏，然后会调控这个世界的经济。所以说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地方，他们都有他们专长的地方，他们就营造出一个叫做地球村的概念。这个我相信80后的都已经耳熟能详地球村这个名词。在70后可能还有点陌生，就是你们接触到的时间可能已经出社会了。但那之后你就知道地球村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耳熟能详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他把它缩回去了，地球村不搞了，对不对？我们搞个体经济，是不是？你搞个体经济的时候，一个一个去谈了，那么你整个经济从世界要去大流行之中啊，你要变成从长江缩短成九曲河，懂老师意思吗？就本来是滔滔大江水啊，突然把你变成小河小川，那么你要么就容易泛滥，要么就是流不通，容易拥塞，因为你后面的谈判速度很慢很慢，就等于是说你没谈妥之前，你都是高关税来进口。那么这个又会带来什么呢？当然就是美国百姓要真的是假的了哦，真的就是完蛋了的事情。说假的那个还是东南亚用法，我就用台湾话去讲，真的假赛啊，那真的是完蛋了，因为为什么立刻就会涨价。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美国的百姓现在去冲去买电视，对不对？你买电视干嘛？你要涨价，你应该去买鸡蛋。鸡蛋现在一颗1块钱美元，你知道一盒鸡蛋？我说前2天那个有一个贵客来，他跟我讲，在纽约一盒鸡蛋现在好像13还16块，一盒鸡蛋哦，13或16块。哇，这个美国也会学我们炒蛋的，不是？没有，我们不是炒蛋，我应该说什么呢？反正我们缺蛋是正常，他们缺蛋也蛮奇怪啊，其实也不奇怪啊。老师后来去做功课啊，美国缺蛋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禽流感，所以禽流感之后他们大量扑杀这些家禽啊，所以说导致他们自己的家禽还没长大，所以说这个缺蛋的问题啊，你等个3个月半年啊，那个小鸡变母鸡了啊，基本上他们就慢慢会恢复他们的一个产量，但是现在没有啊。对不对？现在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说你就只能等吧，等那个鸡长大，小鸡变大鸡，然后慢慢长大吧。因为你不可能一次把鸡买到位，所以你就变成慢慢去繁殖，那可能就要花一点时间。但是1年之内啊，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为什么买电视呢？其实各位不了解的地方是在于是说，美国人他们知道说这个一定会涨，而且一涨至少30%到50%之间末端售价哦。你可能差30%到50%，他不看电视可以啊，但是他等涨了之后，我再挂eBay去卖可以吧？我放到Amazon 去卖可以吧？懂我老师的意思吗？他们现在买很多家电，不是为了让他们自己可以使用，因为你一个家电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坏，你一个电视至少你看个5年没什么问题吧？我不敢说久了，如果是真空管、映像管那种电视啊，你看30年它都不坏，但是液晶电视你可能5年可能就坏了，3年5年可能就坏了，它也不会说那么快就坏，它干嘛现在买呢？就很简单，它要囤的以后可以卖，因为卖了我就可能就可以转手就可以赚20%。还不包含shipping可以赚20%，这个现赚的东西，因为涨价了嘛，是不是在预期性里可以涨了？所以说他们就大量去采购这些东西。那么在这个采购状况之下，会造成一个后遗症。什么样后遗症呢？就是百姓的钱在这段时间都给它凹下去了。因为你有钱没钱，你所有的钱都是固定的，它是有一个总数的。你现在把未来会花到的钱，现在就给它刷下去、撸下去，那么你是不是未来就没有购物空间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你未来没有购物空间，因为我现在已经买了电视，但是这个电视我可能 Christmas 我可能年底我才要买的，所以我的预算应该留到年底或是哪一个黑色星期五的时候我才去买的。但是我现在我就要买，为什么？因为它要涨价了，我等涨价我可以抛出去。所以每个人做这件事情，我就先把未来的消费先把它挪到现在，然后呢先囤着。那么我下个月要不要还卡债？
要嘛，那要不要分期？要嘛，是不是都还是得要？所以说我本来还债就已经有可能就是我收入50%要去还债了，那现在呢70%我要还债了，为什么？因为我先买下来这些东西，包含吃的、喝的、用的、买的，任何一切我可能都要先去占掉我的可用额度了。无论你再有钱，你的钱都是有限的啦。这个世界上啊，任何东西都是有限度的，没有人说无限的。伊隆马斯克他的钱也是有限的啦，因为首富也不是一直占着首富的宝座啊，都是会换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未来几个月的美国的消费力一定会减弱，但是它的所有的通货膨胀或者它的所有的一些消费指数还是维持跟现在差不多。为什么？因为涨价了。懂我意思吗？涨价了，它填补掉是说我减少花费，但是呢，我消费额度还是在那个地方。但我既然没有，我既然已经没有这么多的收入可以去消费，那为什么我的消费指数还是一样持平甚至更高一点？就是因为它涨价了，涨价这个数字就会虚报出来啊，就虚报出来。我本来卖100件，我可能赚100块，我现在这个月只卖了70件，但是我还是赚了100块，应该是收入100块。那实际上我卖的件数少了，但是营业额还是高了，因为就是还是因为涨价。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我买了，那我现在卖掉，那是不是我就有钱会回来呢？那你也要有人买啊，这懂老师意思吗？所以你囤的那些东西，你未来会不会卖掉？这个是一个问号哦，这是极大的问号，因为未来所有东西都涨价了，所以是说你现在买这个电视，那未来要卖出去的时候，你一定会加价卖嘛。放在你家里，你买回来就是为了卖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加价卖。你加价卖，那你可能比市价便宜10%，你还可以赚20%啊，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其他人也是因为我的支出增加了30%，所以是说我没有这么多钱去买你的电视的。那么你这个电视有没有可能囤在家里去用，而你没有办法卖掉？这是有可能的，这是变成你的这个货品的积压。那有可能你未来卖得掉吧，也有可能卖不掉，可能放在家里受潮啊，被老鼠咬了，对不对？被那个江东鼠被咬了，哦，被杰瑞给咬了，是不是都有可能呢？还是被小孩踢了，这都会有可能发生。那这个事情就变成是说，你本来应该有的，后来变成没有；本来应该要的，后来没办法去要。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呢，那后面的工会一定可以开始出来抗议。为什么？因为物价涨了，所以说工会一定要出来说，我们的物价涨得这么离谱，因为你万国关税，那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出来是抗争一下，增加我们的收入啊。除了之前卡车司机、港口的司机之外，那其他各行各业，比如说医疗产业啊，是不是？或是教师啊，或是其他的一些运输工会啊等等之类，很多的工会都会出来，我要抗议。为什么？因为我们收入不够了，我养不起家了。那么你抗议之后呢？那你物价是不是又提高了？你物价说你的那个收入提高了，你物价也会提高。为什么？因为物价是随着你自己的收入指数，还有你的进口的关税去综合出来这个物价。那么一切都要变贵了，一切都要变贵了。那我们就回来想到一件事情，特朗普他涨这个关税为的是什么？他就是希望所有的厂商都要回去美国本土制造，你们就可以不用付那么多关税了嘛，对不对？这么简单 ，so easy。这事情你们怎么就是不懂呢？就说那天是解放日了，就解放之后你们不用再靠别人制造给你们了，对不对？你不要用钱去解决问题嘛，你要双手去解决你的问题嘛，是不是？所以说去上班当工人就是你们最好的出路了。我叫工厂都回来，你们就业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说呢，工厂回来之后你们可以组工会，那你们赚不够叫工会涨价，那老板多付一点钱嘛，对不对？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是？你们就自己薅自己长自己花嘛。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怎么就不懂呢？当然，这个事情不是老师说的哦。现在目前白宫出来任何的发言人，包含财政部长，都要说出来这发言的时候都要说这个政策好，这个是必然的。包含他们的学者都要说这个好，这个是必然的。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9年义务教育之后，我们就知道，你涨了价这么高之后，工人薪水也变高了。那么请问一下，你进去开工厂，你的成本是不是也是高的？也是高的，人工也是高的，那你卖出的东西不会便宜之外，那么我想请问各位，各行各业如果都回到美国去了，请问美国政府要不要跟这一些企业去征税？要不要征税？要嘛，你又不是高科技产业，你做剪刀、做脚踏车、做割草机的，你凭什么你卖东西不缴税？没道理啊，你肯定要缴税的，对不对？好了。我把工厂从国外搬到了美国境内，我付出了好几倍，至少10倍可能都有的一个人工之外，我还得把我的盈利再去缴联邦税、缴到州税，
我都缴了之外，我还要随时面对工会，你随时随地又能给我涨工资，然后我东西卖得很贵之外，我也只能卖给你美国百姓，因为只有这个傻逼会去买东西。你同样美国制造的东西，你是卖不了全世界的，因为这么贵，贵到真的是西北鬼也西尊，那你就只能卖给美国本地，因为美国本地自产自销，支持一下国货总会吧。对不对？一定要的，我们相信美国人都会支持国货的，是不是？无论你是 ABC、哆来咪，你都会支持国货。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制造出来的商品就卖不出去。比如说，有人就说 iPhone 一只可能到77000块台币，77000块台币啊！我操，那我为什么不买3只华为啊？我真的有，我是妈你脑袋有洞吗？对不对？我买谷歌、买小米也可以啊，是不是？我买其他的我可以换3、5只，我全家都有新的手机了。我买你一只 iPhone， 我是讨个派题啊，是不是有问题吗？所以说这就变成一件事情，就是工厂搬回去美国，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想法，非常理想的想法。但是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工厂销往全世界。过去你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他是希望就像美国过去成为世界工厂，那个状况是美国的劳动成本也很低。美国劳动成本当然说不多啊，因为你战争你要能够吃饭就可以啦。加上全世界的物资，你就是没有工人，你也没技术，只在美国有工厂了，对不对？你原物料进去之后，你就立刻就变成可以卖给大家的东西了。那么那时候物价是短期内是很便宜的，对不对？大家才有钱去炒那个股市嘛，才有钱去炒房地产嘛。所以说，当那个时候和平的时间一来，那个欣欣向荣，然后每一个有钱去投股市，股市就开始道琼工业指数就开始一飙冲天。那后来又有什么2000年的时候又有纳斯达克一飙冲天，为什么？因为世界的经济非常的旺盛嘛，对不对？所以说，当然就是美国会很强大，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不是啊，你美国制造东西已经没办法成为世界工厂了，美国的 GDP 也不可能到50%了，而且你又不是只有美元，过去那是美元独大的时代，有美元主掌社会所有一切的经济，但是现在有欧元啊，对不对？有欧元你就跟你分20%了，还有澳元啊，分个6%，是不是？那你还有人民币呀，对不对？你还有其他的东西，国家就还有英镑啊，这么多的币种，我不是只要囤你的。因为我们要囤其他人的外汇，那我们才方便我们自己的商人跟其他国家做交易的时候，我们能够自己国家调控这些金融。阿根廷之所以他用休克疗法，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外汇存底，他就只有自己阿根廷的 peso， 所以是说他没有办法让他们商业做得很好，因为他没有外汇存底。所以他当时一直想，明年一直想是说，他跑去找这个拜登啊，希望能够把美元变成他的通用货币。这个你想法很好，但是做不到，因为我为什么要去扛你的国家的经济啊？我来给你一个上兆美元，然后让你的阿根廷变成美元的国家吗？没意义啊，对不对？你在越南你可能用美元可以交易，但是你在阿根廷也是和美元交易啊，但是你不能变成国币啊。你民间消费是可以这样换的，但你不能变成国币啊，那是有问题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美国现在你要做这件事情，无异于怎么样？无异于是切腹哦，行武士道。你根本是想得很好，但你是做不到的一个事情。这样各位懂老师意思了吗？说这次为什么这个万国关税啊，大家全世界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政府，还有各大的一些研究中心跟金融股市啊，都反应这么大。就是因为你想了一些你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一旦这件事情维持下去，那么你所有的经济、所有的风向、所有的金流，你都要得重新洗牌。而资本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资本需要的就是稳定这2个字。稳定啊，它才能让有钱人更有钱，穷人更穷。如果你不稳定啊，你就可能让有钱人变穷，穷人变有钱，懂了吗？不稳定是资本不喜欢的，就是资本喜欢稳定的东西。所以说，为什么那个美联储不是由美国政府所主掌的嘛？因为资本主掌它，他就希望能够让它稳定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得很糟糕啊，所有事情就变得开始混乱。那么明天开盘，那比如说中国的 A 股，或是台股、港股，或是美国自己的股市等等之类的，会不会造成一个血洗？但是我觉得它是有限的。那为什么？我们等一下来谈到这个部分，好吗？我先看看各位有没有问题，不然我讲得很开心，然后呢，大家都发现我没声音就糟糕了。来。我看一下哈，台湾也是台湾9年义务教育，台湾哪9年义务教育啊？台湾为什么不是9年义务教育？你没受过义务教育吗？川普会不会提前下台？川普不会提前下台哦，他只有死在任上，他不会提前下台啊，他不可能的，好不好？他这个人是不可能提前下台的。会不会暗杀我就不知道了哦。这个事情林肯都有这个前车之鉴嘛，说没有什么不一定的事情啊。大陆受伤比较少，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件事情。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我就抄了这个东西，对不对？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居然没有去下单，是不是$1000我可以博$10000的收入？我竟然忘了，对不对？我买新都是各位，我没有想到我自己有没有办法挣钱，我就想到买新都是各位啊，各位只要能够在这个地方哦，让大家有所警示啊，能够了解未来的发展啊，对我来说最重要。结果我就忘了，少赚$10000，几百万台币耶，对不对？就这样 disappear 没有了。消失了啊，通通都没有了。现在做来不及了，现在做来不及了。当你都知道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进场。你跟我都知道开盘会跌的时候，你就不要做这件事情。各位，我跟你讲一个很基本的人性观念，资本喜欢玩弄人性。当你跟我都决定它一定会跌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干了。但是当别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就应该先干哦。这个就是操作的方法。下半年待台湾好吗？还是待陆好？有钱哪里都好，没钱你就糟糕了。有资产有钱都还好，还是一句话哈，你要尽量消除你的负债啊，记得要尽快的消除你的负债，然后呢累积你的资本啊，不要去做一些投资，不是时候。你看，老师从去年底就跟各位讲，你不要投资，不要买房，不要去买车，你就把现金留下来，以后今年会出大事，出了没？你就说出了没吧。上个礼拜你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多少人股市里面还在那边一直讲说继续抽22000点，再继续往上冲，看股市一定很好，对不对？你看现在怎么办呢？清明时节雨纷纷，股市即将往下盘，怎么办呢？那是有问题的事情，好吗？那是有问题的事情，所以一直跟你讲，那不要去这个去做这些事情。当它发生的时候，你看发生了。就发生了嘛。刘月告诉你不要买，对不对？你看硬要买啊，这我想投资这个，哎，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跟老师讲过啊？我告诉你，我都不敢搞，对不对？我都不敢搞，我都把钱拿回来了，赚那个几百块美元，我也把它拿回来，我不要放那边，好吗？明天可以逢低买进吗？还是一句话，当别人都知道它会跌的时候，你就不要进场。因为市场风向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差协同理论我们一定都知道。差协同理论就是你知道，我知道，隔壁的小王也知道。全部人都知道，小三小王那个外面54321的人都知道的时候，你这个行情你就不应该去碰。你不是在卡在高点，不然就是在被杀到低点。好，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要懂得冷静，要么就长期持有，要么你就不要进场，然后不要想赚这个波段利润了。波段利润不是我们一般人玩得起的，好吗？那真的是有特别的人，他特别的运气，他去做，对人才会有，是不是？那个不然的话，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吗？ETF 也是一样啊 ，ETF 当时我就不是很建议各位去买啊，因为 ETF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美丽的梦，你知道吗？它配股配息有时候是来自于你的本金，那你妈本金放在定存里面不香吗？你妈去买 ETF 干嘛？1000万好像每个月可以领4万，这都是理想的状况，我们都知道这很理想，我们都每个人可以预估出来它可以多少收益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不能碰，你知道吗？当每个人告诉你这个可以赚钱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不能赚钱。你要先别人一步，我已经知道说啊，未来的风向是这样，那么我有脉络，而且别人都不知道，我才有这个利益。像老师之前赚到钱，真的有赚钱啊，有赚钱的时候是什么呢？当台湾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用到支付宝的时候，我就去想办法弄到支付宝的账号，而且我还可以充钱进去，对不对？那我这护照拿了，我就跟台胞证的时候还是绿本子，我拿了我就去，是开户存钱什么一罐把它拿下，拿去深圳华强北。对不对？一家一家的去看，是不是？看了之后，我在这边订他手机壳，然后呢再下来，然后去一次之后，后面就不用自己去了嘛。后面我就直接在那个什么电话里面就跟微信里面跟他下了，下来就送过来，对不对？5块钱人民币的东西，我卖了299台币。你说好不好赚？好赚，因为别人不方便，我可以信息差人这个地方。你没有信息差的人，你不要跟我讲啊，老师，我们现在知道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该做什么事情？都来不及了，好吧？那都来不及，绝对来不及。你现在去卖手机壳，你能挣钱吗？不行啊！我告诉你，百姓都把自己上网去淘宝买了，谁还去买你的很昂贵的手机壳啊？对不对？除非你在那种捷运边，你那边去卖，地利之便，那些傻蛋还是会去买，不然的话谁去买呢？对不对？那没办法的事情，你只能卖给我现在我此时此刻就要用到的东西，我立刻就要装手机壳的，我立刻就要放钢化贴膜的，不然的话我就不买，对不对？我以前钢化贴一片可以卖到299，钢化玻璃贴我一片卖299，什么暴利？我告诉你，按照我爸跟我讲的，那叫合理的利润，好吧？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要这样去看的，好吗？来看了哈。黄金降了可以买哈，黄金还是我都是固定的。黄金一件事情就是你愿意持有它10年，你都是赚的。任何你去所有的世界上黄金的走势，你都可以看出来。
黄金你什么时候买都可以，你现在买放10年你一定赚，中间会涨跌，但是你一定赚，对不对？当时就有人说高点，我说你买10年以内一定会赚，可能早赚可能晚赚，你自己去决定。结果后面这几个月嘛涨了跟那啥一样，对不对？那买了不就赚了吗？你那时候要抛也可以抛，不是一定要坚守10年，你觉得有赚你也是可以抛啊。但是如果你觉得亏了，没关系，你等最长10年，你一定可以抛出去，一定是赚的。为什么？因为资本在控制你什么？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它一定会产生，那么一定会产生，而且任何的货币它都有汇率差跟它的国力的一个增减，它的货币会变化。但是黄金是你可以换万国货币，所以它是一个硬通货。它虽然听999黄金很软，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硬通货。所以你买10年，你就从任何的历史报表去看啊，近200年都一样，你怎么买你怎么赚，不可能亏，它比买房子还赚。啊，不要，房子可能比较赚了，但是那个已经没那个时代了，好吗？房子涨了10倍有，但是它的可能没有增长了10%，但是它一定赚，不可能亏，好吧？那绝对不可能亏的，好吗？好，没有了，没有什么问题了，那我继续了哈。美债可进吗？美债是你买的吗？美债不是你一个人可以买的吧？美债可以个人买吗？应该不行吧？那不是那不是都在商业交易才有的嘛？好吧，那我们就不提了。好，我们继续下去哈。所以说我们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啊，它这个税率跟全世界有什么样的差别啊？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对中国它加征税率是加征34%，哈，是叠加后它变成54%，它不是增加54%，它是叠加征了34%，就是原来的基础上它增加34%。而这个东西对中国会不会有伤？那肯定是会有伤的。因为这个中国对美国啊，它在它所有的出口里面啊，占了13.4%，13.4%，它的金额啊，我们因为今年才还不到年中嘛，我们拿2024年来看，中国对美国的销售额啊，每一年达到，就2024年达到5247亿美元，其中40%是机电设备，哦，其他还有纺织品啊、钢铁制品，说最多的还是我们的机电设备，就是一些面包机啊。哦，或者是什么电视啊、微波炉啊等等之类的 ，Made in China 很正常嘛，对不对？台湾你说什么国产品牌啊，都是 Made in China 的啦。你不要跟我讲你多爱台湾啦，你把你的内裤拿出来看是 Made in China 了，对不对？你脱了吧你。所以对中国来讲，它的影响一定是有，因为它的13.4%的外销是出给美国的，但是它已经比2020年之前呢减少一半了，因为在那之前是24%还26%，所以说这几年下来，它已经减掉了对美国出口的一半。那么你剩下13.4%，你升了那么高的关税，会不会有问题呢？有，但是危险性没有这么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你他妈不跟中国买，你他妈跟谁买？懂老师的意思吗？你不跟中国买，你跟其他的买，你也是要加关税，又不是说其他的不加关税，日本加不加关税都要加关税的。你怎么样你都得加关税，而且日本本土制的东西，你原来就比中国来的贵，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在中国做好，然后贴牌，然后贴日本牌去卖到你美国去，无论如何都是贵，没有办法，它就是贵。所以是说你可以减少购买，中国也可以减少卖给你，但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是它就是贵。而中国也不是说你征我多少税我就乖乖缴多少税了啊，任何人都会洗产地，我洗到一些比较低的地方，我半成品嘛，对不对？以前转口贸易就这样来的，我这边半成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然后就把它组装，就变成另外一个国家制造的，我再卖给你不就好了吗？那所以说你这个关税到最后买单的还是只有你美国人，其他人他可以绕一圈之后我再卖给你，结果是一样的，就我还可以涨价，我不涨价你也买不到，对不对？我涨价你也必须买，你不买你没得用，没得用啊，你自己做啊，有本事你自己做啊。对不对？有人说那个当农夫不挣钱啊，对不对？那个当农夫很糟，对，当农夫真的很辛苦，也挣不了什么钱。有本事你自己种啊，所以你还是得进口嘛，对不对？说这东西意思是一样的，这鸡肉很贵，但是你自己养只鸡啊，你能吗？不能嘛。所以说就有点困难的地方在这里，就是你觉得它很贵，它也没什么高技术成本，但是你就是自己做不来，农田你没办法自己做，菜你没办法自己种。很少有人一个人可以把鸡鸭鱼肉什么都可以自己养出来，养出来你的时间我还不如花钱来的实在一点对不对？所以美国人也是这么想，我干嘛自己养鸡养猪养牛呢？我为什么不去自己去做这个脚踏车呢？做起来我没有赚多少，那我当然跟中国买，跟其他地方买，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中国对外输出是13.4给美国，那这个份额可不可以再降低？它是可以再降低的，因为它还是会有人去买，因为世界就是需要这些东西。而欧盟呢？欧盟就是加征税到20%，加了蛮多的东西，尤其是呢，欧盟对美出口的汽车占了他们总出口的22%，
出口如果是100%的话，里面22%是汽车。所以说为什么欧盟跳脚，法国德国他们跳脚，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做汽车啊，你懂我意思吗？他们做汽车。所以说他们的一年他们对于这个总出口额达超过大概5000亿美元，其实排名第2但是它的金额也是很高。而它对美出口的总比例里面，它占了18.5%，所以它的压力有没有比中国大？有，人口比中国少，但是对美的仰赖程度是比中国来的高。说这件事情你让他怎么办？没办法，你就只能想办法去跟他对抗。因为18.5，你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但是金额很高，5000亿美元。那5000美元如果被他关税一弄掉，只剩下3000亿美元可以卖的话，那你知道欧盟百姓去哪里去生出这2000亿美元的收入啊？没有办法，对不对？这个是有需要商榷的地方，而他们又是大宗重工业的地方，是跟美国是休戚相关的，也包含钢铝之类的，然后那都是休戚与共的事情。那你现在把它这样弄了，那当然对欧盟来讲，那是一个迎头棒喝，就是我本来跟你很好，我什么都期待你，你是我们的老祖宗，结果呢，你完蛋了，对，不要说老祖宗了，你是我们有出息的子孙，毕竟美国人是从央格鲁来的嘛，你是我们有出息的子孙，结果想不知道你欺师灭祖啊，是不是？我欧洲既然跟你好，然后把你奉为什么当家人，结果你妈反过来揍我一拳，要命啊，是不是？那咋行啊？那不行啊。而越南为什么会贵呢？为什么越南他听到说立刻对美的商品是零关税？但是美国有没有说他免关税？还没有，因为还要谈嘛，因为他在特朗普在打这个小白球，说没空跟你谈。所以越南现在贵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加征的税率是高达46%。这真的我看真的是仅次于中国54%，它是46%的税率不是它还有更高，柬埔寨更高这个它的日本那个越南的税46%，它对美出口的仰赖度是多少呢？非常高是多少？是28%。所以越南它不贵不行，它国外它出口的东西28%呢是给美国的，但金额高不高？不高，因为960亿而已是不高，因为毕竟呢他们的东西是便宜，大量代工，大量去做，都是一些低阶的商品，所以它金额不会高。但是它里面最多是什么呢？纺织跟鞋类、衣服相关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占它 GDP 的20%。做衣服、做鞋子占GDP 20%，然后你这个现在的加征的关税是46%，你都得加进去。那么请问一下，他的衣服一件卖过去，你可能就说本来100块美元的，到现在你加了关税进去之后，加上层层的这些人工成本加进去，你可能要变成300块美元，你百姓才买得到。那么百姓就可能换衣服的次数就变少了，因为他妈的衣服太贵了。这么贵的衣服我有什么要穿呢？对啊，我还去买鸡蛋多好啊，是不是？对，衣服不能吃，我鸡蛋可以给小孩吃啊，对不对？没办法，那就减少买衣服。那越南是不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越南先说，我从美国进来的东西是零关税，原因就是因为我希望美国也给我低关税，我不敢奢望美国老祖宗可以给我免关税，但是至少低关税吧，你不要来个46%跌啊，这是扛不起啊！你46%的关税，你整个成本加起来你会增加70%，你知道吗？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虽然不用越南付，是美国的厂商付，但是你会减少别人购物的欲望，本来就买不多的东西，你再这样下去还得了？而日本也是一样。日本它的加关税是24%，韩国25%，印度26%，柬埔寨49%，泰国36%，台湾32%。这几个国家除了越南还是28%对外出口之外，其他国家那你对美国的那个出口总额韩国只12%，印度9%，柬埔寨35%，所以说它的加征关税是49%。你对美国仰赖越重，它就越要你的命。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柬埔寨它的35%对美出口，它一年也不过110亿美元，这个真的是比越南还要来的低的许多许多。但是它出口总额里面80%都是衣服，那怎么办呢？你加征关税到49%，你还要不要我们活了？对不对？不用活了嘛。那么日本跟韩国他们都是汽车还有芯片芯片在韩国没有豁免，在台湾豁免，但是呢，那韩国的芯片是没有豁免的。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之前跟各位讲，你不要去想是说日本跟韩国他们就会取代台湾，美国这个老祖宗这个口吐芬芳这个人，对不对？他不可能让你去取代台湾的，他就是要他自己独赢，我全拿，我全都要，小孩子才选择。所以说，日本的半导体、精密器械，韩国的芯片、汽车、石化产业都没有到那豁免的里面，都没有豁免，说都是要加税的。他就希望所有人都跑去美国去设厂，但是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
那么印度26%，但它仰赖是9%，但是它都是药品、纺织品跟 IT 服务，所以莫迪也在想办法要去谈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对印度影响很大，这个还是有影响，毕竟他们是世界第5大经济体嘛，所以他们还是很在意这件事情。那么台湾呢？台湾32%的税率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是说，它豁免的是半导体跟电子元件但电子元件只是高端的啦，低阶的还是在课征范围之内。所以它半导体台湾的一些台积电的东西，为什么不课呢？因为你课台积电没有用，因为台积电是外资，你怎么样你都课到自己，有个毛用，对不对？没有用的事情。但本来就要台积电搬回去美国，而且现在只有台积电做得出来这个1到3奈米的制成的产品。别人做不出来，就台积电做出来，哪怕是英特尔设计，英特尔也做不出来，英特尔连5奈米都有点悬了，更别说3奈米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是被豁免，但是32%里面只有半导体跟电子元件豁免，那么其他东西你还是去征收的这个我们后面去讲详细一点。而新加坡是10%需要10%，但是呢，它是一个转口贸易，说它的对1年里面的东西它其实影响是有限，新加坡影响是最小的，因为它是一个转口贸易，新加坡本身是没有什么工业的，所以什么新加坡的声音比较小一点，但是还是有声音像是李显龙就说他们遇到这个惊涛骇浪，他可能也包含这个，他可能已经得到情报了。但是它是货物贸易，所以说呢，它有被豁免的，就是芯片、金融贸易跟医药原料这些东西。那它就是要去看它产地在哪里。但是新加坡影响真的少了，将本求利嘛，你对我贵一点，那我就加价卖给你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看的就是说，这全世界包含中国在内都会受到这个影响。那大家都会期盼股市一定会跌，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明天就一定会跌，而且会跌好几天。或许一开盘是跌的，但是不要这个时候去逢接，这个时候你不进场就是最聪明的做法。听清楚老师给你建议的，这个时候你不进场就是最聪明的做法。你不要以为不是涨就是跌，没有这回事。它可以跌了再涨，涨了再跌，跌跌涨涨，把你洗干净之后，然后你们靠背出去了。我告诉你，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别人都预期到它发生大事的时候，你不要去做，你要在之前做，对不对？之前去做，老师都提前告诉你1个月了、半个月了、1个月了，对不对？你还没去做，那我也没办法。那老师也可能是错的，我没有每次都对了，对不对？那还是会错的。而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对台湾的影响呢？那我们先稍微提一下对台湾的影响。台湾的影响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台湾的影响是因为我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东西，我们连米饭都不够，我们都要进口那些米啦，或者是这些油啦，或者任何一切。台湾本身就是一个现在应该算是智慧型的岛屿了智慧型的国家，我们就没有办法是说我们自产自销还可以足够的，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除了晶片之外都没办法晶片自产自销有个毛用是不是？又不能拿来吃，对不对？拿1-2片晶片跟老板换一个便当吗？不行嘛，是不是？那办不到的事情，它又不是以前那个哇靠超大的晶片，还可以跟之前那个手刻一样去刻出来，不行嘛。对，那没有用，你就等你晶片做出来有人买，没人买你没办法，你不拿去换肯德基嘛，不行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预测到是说，虽然我们对美国的仰赖程度是低的13.4%没有这么的高，但是我们东西卖不出去之后，我们的工厂就要面临到一些裁员甚至是倒闭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台湾像刚才讲到的，你要找一个 Made in China 的东西太容易了，因为我们台湾人都买不到台湾制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贴牌给大陆生产完了再送回来。我告诉各位，你不要觉得夸张，就你便当店拿到这些便当盒，告诉你台湾人再来给你的是没有错，但他单下到中国，然后再拿回来给你，而且更让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是，这是行业内幕。你很多去印一些名片、印一些什么宣传海报的东西，我告诉你，你以为在台湾印出来的有，但是不一定都是台湾印的，有些东西我直接下单到对岸，直接小丹东就送回来了。或者坐飞机回来，你急件加价嘛，加价我就叫他坐飞机回来了。3天的赶出来接我2天的交给你，那就是因为我从大陆运回来给你了嘛，就是说便宜啊，对不对？还包含了我们有吃的喝的，比如说你在那些南北货市场里面都有卖大陆货啊，是不是？你看台湾制就是少，那么你既然都自己没办法做台湾人的东西，那我现在有限的东西就只有一些中高端的机器，我卖过去美国车比较多，因为我们不方便卖给中国的话，我们就只能卖给美国。那么现在美国你现在被课征关税了，那么你是不是就丧失了竞争力？对不对？因为中国产了，它加价之后加了关税之后还比你低，是不是？加价之后还比你低，它征54%啊，你真的是36%、32%，对不对？它还加价之后还比你低，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蒙完了，是不是？你真的是不用玩了。
而台湾现在的一个整个经济状况是大的非常大，小的这是吹一下它就会倒，各懂老师意思吧？现在很多中小企业，台湾是中小企业在去建立起了经济奇迹，但是中小企业到现在真的是不多了啊，真的是不多了。你不要看现在像老师现在在咨询处都是在商务中心里面，对不对？小公司很多，但是它不叫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你看那种工厂类的，对不对？你有办法生产的东西，像台湾以前新庄啦、五股啦，或者是一些高雄的一些南子工业园区啊，很多都是工厂。然后我们小工厂很多，那现在是大厂很多，对，但小厂不多，大厂又是高精尖的多。高精尖的东西，你现在也是要被课税，除了芯片以外，你还是要被课税。那么你小百姓的你的生存的空间就被压榨了之外，各位你要想到第二件事情。我们从美国进口来了这么多东西，然后从美国进口来这些大豆、玉米啊、大豆啊、玉米啊、黄豆啊这些东西，还有我们的猪肉啊，还有鸡肉啊，还有牛肉啊，这些东西从美国进口过来了。那么我们首先讲，当美国人他自己的生活成本变高了之后，他会不会跟你加价卖出去给你？而且台湾你能不买吗？你能够不买吗？没办法不买的，你就只能买，对吧？你就只能买，你没办法，你就只能买。买的时候，我们的民生物资，吃的、喝的、用的、穿的，是不是都涨价了？只要跟美国有关都涨价，跟美国没关的，那大陆看要不要给我们涨价而已。那么，尤其是那些我们那些美式卖场里面的，对不对？你都得涨价，怎么办？没怎么办？你就得了，你还是怎样啊？你不是只有从美国进口的哦，因为美国是跟全世界课征关税。那么我们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他们也是因为我现在日子不好过了，我再来加价卖给你啊，对不对？猪肉涨价，我们葱也要涨价，酱油也要涨价，为什么？因为我要吃猪肉啊。这个笑话各位都听过嘛？但是这不是只有笑话啊！鸡蛋涨价，为什么你卖烤串你也得涨价？因为我要吃鸡蛋啊，那是不是得涨价？所以都得涨价，这就是市场的调和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台湾未来的整个的经济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当然哦，我们知道我们的民族英雄、党的领导人、国家的领袖，他有说过是什么呢？他没有计划采取关税报复，他希望跟美国从零关税开始谈起。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伟大的民族英雄、世界的救星哦，他讲的这件事情。不要问我说为什么讲那么恶心啊，我自己也觉得很不适应。但是呢，为了表达我们对国家的忠心哦，还是这样讲，好吧？不然的话，他又哪天找我去开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怎么跟美国谈零关税呢？他需要的东西已经给你豁免了，他不需要的东西他就给你涨了，你咋的？你拿什么跟他谈？是不是？你怎么跟他谈？你敢涨我关税，我就不买你的飞弹吗？不可能。他要卖你武器，那是他决定要卖给你，不是你要不要买的问题。过去我们台湾在早期20年前，我们要跟美国买军购，我们可以开明细的。现在不是，他明细他该给我们，然后钱要跟我们收，我们没有拒绝的空间，没办法拒绝的，完全没办法拒绝啊！你想都不要想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怎么办？没怎么办？还是得了，什么东西得了，自己想哦。有的得就得，好得了，你就只能吞下去。所以，我们整个经济是会非常看差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抵抗我们整个台湾未来的经济啊，会进入到一个螺旋式的下降。这个不是老师危言耸听，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企业其实各位甚至你去问 ChatGPT 或问 DeepSeek 都一样哦，你那个出口你已经减低了。成本提高了，然后中小企业一定会面临倒闭潮，而且供应链可能会断裂，因为大家可能原本在这个地方设厂，比如在中国设厂的东西，中国被提高那么多关税，那我承受不住，我的毛利可能就5%，你增加64%，那我毛利5%，我还跟你搞什么？我跑去其他地方谈零关税，比如跟去越南，对不对？也有可能。那这个事情，越南也不可能完完全全的被美国零关税，只能定多低关税。那么来去，我运输成本是不是高了？供应链会有一些影响？会，那一定是会有影响的。是不是？就是这些包含产业外移，我们自己的产业外移，而且我们供应链也会去打乱的状况之下，那么我们现在就有这个疑虑是在哪里？我们 GDP 可能会下降啊，我们可能今年 GDP 啊可能会下降到2%以下啊，这个是 AI 算出来的啊，不是我算出来的哦。我们自己的主计处是说到2.1%，但是呢 AI 老师用很多数据灌进去喂养它之后啊。他就回答是应该说在2以下哦，这个状况是 AI 讲出来的，不是我讲出来的，我没有危言耸听。有本事你问 ChatGPT， 有本事你问 DeepSeek 啊，我是把我们的主基础的资料放进去，然后呢，他算出来了，不是我算的，至于他怎么算，我不知道。我他妈一个算命的，你知道我知道多少事情啊？是不是有限好吗？我是算命的，懂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人才也会外移，因为台湾聪明的很多哦，讲话不用很大声，但是默默做事的很多，因为讲出来跟别人不一样，你会被骂嘛。那
有些人拥有多了，他就不想跟你讲啊，拥有少的就拼命的骂，是不是？他我没差的有货出去了，或是我的收入被保障，我当然可以骂你们不知进取嘛，对不对？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多了去了，是不是？那个没问题，但是我讲不过你的。但是我有能力的，我就移出去，人才也会外流的，懂老师的意思吗？人才是外流的，不要说没有，20-30年之前多少台湾人是外流，人才外流的、啊，台湾多少人没有拿到美国护照的？我告诉你，拿美国护照的人多了去了，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承认双重国籍的，多少有美国、加拿大、澳洲的护照，多了去了，多到你无法去想象到底有多少。哦，这季老师没有双重国籍，他就是台湾人，他就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以我就说那个加拿大是他老家，没有了，他就一个国籍哦，先讲清楚哈，不要说我家养汉奸啊，没有，他就是中华民国的国籍哈，我们全家都没有美国籍啊，上3代下3代都没有美国籍，应该是这样吧，我下3代我不知道了，来第2代而已，哪知道，上3代肯定没有，太穷了，穷到出不去，但是没有。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当然我们企业这些都会变得一个很混乱。而刚才有朋友去讲到是说，但我明天是不是可以逢低去接盘？哦，其实啊，那个你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你应该没有看台股期指的夜盘。台股期指夜盘呢、它已经暴跌800点了啊，这个期指啊已经暴跌800点了啊，800点状况在有没有很多？还不是很多了，因为它还会继续跌。期指跌，那你的大盘一定会跌，但是跌多少的问题而已啊，其实跌多少的问题。那会不会跌的都是跌停板？我觉得按照过去的状况啊，它不大会一直在低点了，因为国发基金、护盘基金也会进去嘛，是不是？或是怎么样的哈？其实资本的问题啊，我们不用用常理去看，当我们觉得它都会跌的时候，它就不会跌，懂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说我们来看台湾，它的问题是非常大的哦。台湾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未来了。所以老师在这边呼吁，有没有哪个国家的，无论是在大陆在哪里都好了，愿意收留老师的？我觉得过几年，我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们过不下去了哦。有没有征求一下哈，跟老师联系一下，有没有可以收留老师的？老师一家5口6口，可能都要去。猫没有了，猫不用带去了，猫已经嗝屁了，去当猫妖了，猫不用了。是不是把老师接过去，好不好？把老师接过去，我在那边可以那边开堂设派，然后呢，请你当护法堂主。是不是？我觉得我差不多要想办法绕跑了。我真的觉得这个没办法。我这几天我跟金老师一直在深刻的去讨论这件事情。我实在用尽了任何的想法、任何的数据，然后去跟 AI 不断的去换方法去讨论这些事情，还有一些我们社会的闲打，比如说有些在美国、在澳洲、在加拿大、在越南、在泰国、在俄罗斯、在非洲的。哦，我跟这么多的贵客去讨论过这些事情，真的是看不出来什么解决的方法，完全看不出来什么解决方法。针对台湾了，我说针对台湾了，真的谈不出什么任何解决的方法，因为我们没有筹码，我们除了晶片之外，我一无是处，我没有筹码跟你谈啊。我们愿意从零关税开始谈起，那是我们的民族的救星，这党的领导人，政府的怎么，我已经讲不出来那么多形容词。总之，这是他的想法。那这是他主观的意识，跟客观跟事实的真相不一样啊，那是不能够决定川普他想做什么事情，没办法啊，别人怎么想，我们可以尊重我们领导的领导，对不对？但是我们没办法去左右川普的想法，除非你小白球赢打得过他，搞不好他就给你加关税，输他可能减关税，打赢他可能加关税。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各位去知道，经济会变得混乱。这个时候，无论你在哪个国家，不适合买房，不适合买车，你就适合牢牢存住现金。不要跟我讲变那么大了，你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我告诉你，你亏一天，你就所有通货膨胀都赚回来了。投资只要亏一天，你所有通货膨胀10年都没问题了。多少人跟老师谈过，老师我就要战胜通膨啊，结果嘞进场没几下，老师怎么办？我这个套牢我已经没法过下去了。我现在是不是适合卖房子？通常都是这样的结果，你知道吗？我怎么讲？人讲不听，鬼讲那个这个什么？贵看狗狗给啊，就这个意思。鬼牵你就牵走了，贪婪就把这个心中的魔鬼把你牵走了。本来就不用遭受这些事情，你为什么去遭受它呢？对不对？听老师节目这么多年了，老师在2019年叫你去买黄金的时候，你有没有买？买了现在你不赚吗？赚1倍啊，赚1倍啊，对不对？有比你买房子还好吧？有没有听？没有嘛，是不是？下来不来得及？不着急，你放10年再说，好不好？好，要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哦，那我们大家做个结尾。制造业、实业大国比较可靠，当然是这样哈。川建国中国的贵人，台北点不点？我现在没法跟你讲了，这个我们要去理解这件事情，好吗？美国想揍伊朗啊，这个我们等下可以谈，我们可以谈一下。战争有机会存活，但没钱会死的，对，没钱就完蛋了，你知道吗？战争打不死人，但是穷可以把你穷死，穷是可以把你穷死的，但是战争打下来，子弹不一定打到你，没东西吃你，隔天就嗝屁了。
好不好？这是正常的事情。大陆也可以，他愿意收留老师的哦，给我们一家五口可以有吃有住的啊，那其实我们都可以谈一下，不要太荒凉，不要去什么九寨沟或是那个什么缅甸啊，别了吧，我怕我的腰子就2个，卖不了太多次。现在会不会给外资出吗？不可以，外资已经撤资了哈，外资已经大量撤资了。各位你要去看那个这一个礼拜大盘哈，但外资好像撤出2000多亿，到时候撤出2000多亿的，好吗？当台劳还不知道了。盛世军盛世玉乱世经，我告诉你啊，玉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不是很喜欢那些什么去赌玉的这些人，因为我觉得你们想法很奇怪。任何一个东西，它都经历，就像捡一块石头，它这个跟地球里面有几亿年的。你说你用一个古董花瓶哦，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它是文物，我们可以欣赏那个时代的创作。但是玉石啊、宝石这些东西，我觉得跟垃圾是没有什么两样。你不能来做工业用品，我就觉得它是垃圾。玉能够当工业用品吗？没办法，我告诉你，纯的就是一个冬虫夏草，没有用的东西，它们什么都没办法用。玉没有什么作用的东西，去炒玉，你只是跟魔鬼谈交易，那个没有什么作用的事情，好不好？我真的是觉得这样，好吗？那我个人觉得啦，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么认为。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呢，我们这次在川普这边的谈法里面啊，我们东南亚可能来不及讲到，但是我们可以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欧洲跟加拿大。欧洲跟加拿大为什么他们这一次的反应非常大？而且我们要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格陵兰岛跟加拿大为什么川普都想收回去？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我们可以要谈到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它被美国加征25%的关税，但是它木材将近60%。加拿大它77%的商品是出口到美国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加拿大77%商品出口到美国，因为它光木材就占60%了，77%里面的60%就是木材了。那你木材你加征关税，你叫加拿大怎么活呢？活不下去了，所以它 GDP 下降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可能下降哦，我不是说它保多少哦，它光 GDP 下降就可能到2.5%到5%。那么他这其他的问题就不容易卖给别人，因为他一直认为央格鲁家族的怎么可能会背叛自己呢？那是难的。那更别说他有汽车零件啊、汽车零件等之类的东西，你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的能源跟所有工业的供应链都可能会断裂，因为他们就是要逼迫加拿大哦，让那跟美国去投降，好跪下来，跪着而且头要磕下去。这是川普的目前的一个想法。而为什么他要让加拿大去磕下头来，最好成为美国51州呢？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美国需要加拿大木材，还有加拿大境内有大量的稀土蕴藏。各位懂老师意思了吗？加拿大它的国土下面有大量的稀土蕴藏，这就是一个关键。而特朗普他做生意，他知道美国的工业、高科技、军事都需要稀土，而2个地方特别多稀土，除了乌克兰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加拿大，还有格陵兰。懂老师意思了吗？懂我意思了吗？他要这2个地方，不是为了让美国领土变大，或是只是让他们自己说看起来很伟大，而是他们地下都有稀土，虽然没有乌克兰这么多，但是它有稀土。如果能够透过购买或者谈判的方法，把它变成美国的国土，那么对美国来讲就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事情。而乌克兰有没有拿到，那就是变加码性的问题。对不对？因为毕竟现在乌克兰有稀土的土地，很多都在俄罗斯的手上。俄罗斯会不会放开？我想不会的。普丁又不是笨蛋，是不是？他不是笨蛋，他怎么会怕呢？而俄罗斯这一次对普丁万国关税又没什么影响，因为他本来就被制裁了，全球被制裁，只是落得跟普丁一样惨，普丁没感觉，所以他就说，他不管世界上变成什么样子，只希望那些国家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面不要感冒了，因为什么？萧条，大萧条。说普丁已经跟你讲，这世界会大萧条。因为川普搞这件事情，说加拿大还包括跟格陵兰他们这件事情，最主要就是稀土的问题，而不是其他部分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加拿大就必须要想尽办法去找出有更多的市场来去出口。那这个东西当然出口给谁呢？你出口给台湾吗？台湾2300万人，每人给你买一根木头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办不到啊！买来我放哪里？我家5口人，加上我爸回来，再6口人买6根树干放家里啊！我要买可以买一次啊，我能够买一直买，每天买，每个月买嘛？不行啊，不行的事情啊。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就是有限，它可能只能卖给中国。可中国有没有地方长树了？有啊，中国也有长树的地方，又不是不长树。中国又不是沙漠，又不是中东，中国自己也长树啊，长白山上这么多树，对不对？
那么多树，为什么不去砍呢？是不是？那么那个销量就有产生问题，所以它其他地方就要变成是说对中国对中国跟对欧洲的贸易，还有对其他地方贸易就要做调整。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大很大必须去考量的一个事情。而澳洲也是一样哈，澳洲的话是被美国商品加征10%的基准关税，就在现有的关税上面加征10%的基准关税，也包含牛肉、贵金属、药品之类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会有这个状况。所以说，澳洲对美国的出口可能下降20%到30%，它的 GDP 可能少0.5%到1%。那这个状况就变成是什么呢？你的肉卖不掉，那么你的牲畜你养那么多怎么办呢？你就只能减少牲畜，减少这些牲畜之后，你才能控制你的出栏量。不然我一年可能卖1万头猪，但是呢，现在可能只有5000头，那可是我的栏里面还有1万头，怎么办呢？叫他去死啊，怎么办？就叫他去死啊，对不对？就把它屠宰掉了，屠宰掉，然后看便宜卖掉啊，就只能这样子，那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自己的畜牧业也会受到影响，很多事情都会受到影响。澳洲又是陆农业是有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很多状况啊，就变成是说澳洲也有可能要转头过来跟中国再去献媚，他就必须要跟中国谈更好的一个交易，不然的话，光靠美国，即使这一次澳洲跟美国谈妥了，但是谁知道下个月或是下下个月或是明年，美国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事情再让澳洲加关税呢？因为川普是不可控的人物，他不跟你讲道理，也不跟你讲人情，更不跟你讲信用，他说改就是改，没有问你的意见，我说要就是要。他就好像管他儿子一样，我不要觉得你想要，我要觉得我想要，我来决定你要不要，这事情就这么简单。而其他地方的受到的危险当然就是比较低一点了，比如说这样的一些在非洲啊，你可能就是汽车零部件它可能只有他们当地的厂商要裁员，但是非洲跟索马里这些地方啊，虽然你加征关税是很多，比如说南非加征30%，索马里什么马达加斯加47%莱索托加50%，那奈及利亚加14%阿联酋加10%，沙烏地阿拉伯加10%，土耳其加10%，但是因为他们的东西其实。像非洲这些联邦国家，他们就是降低了这些就是那些工厂可能就倒闭了。工厂倒闭那些都是外资工厂那工人倒闭了回去部落里面吧，想办法活下去吧。他们总不会饿死，因为非洲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在饥荒里面好吗？因为老师长比较黑，人家说我是非洲人，然后我都有会不会肚子饿？我说不会，我吃的那么胖，我饿个屁啊，是不是？不会。因为他们的部落还是有人还是可以活下去，只是没有过得以前好，越来越不滋润。但是呢，你要活还是活得下去不一样像我们台湾没饭吃，你他妈就死了，你拿去种田了，妈有田给我种啊？没有给我种啊！我在阳台种一些菜，他妈能够吃多久啊？是不是吃2餐就没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比较不怕。中东阿联酋他们加10%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什么东西，我们他妈我就能源，我就不然转口贸易，因为阿联酋跟沙烏地阿拉伯这些都是转口贸易，你克我没有意义啊，你克我就加价而已啊。反正我主轴是石油，我又不靠你其他人活，所以说呢，川普对他来讲就会讲，我就不需要克你很多。所以整个状况来看呢，我们就发现了，越大的越要跟他对抗，因为我们一停下来或者一跟你示弱，我们后面就面对到就是无止境的你勒索。说大国怕你勒索，所以他一定要跟你硬刚到底，就是要跟你示好，我们也得来回拉扯。所以说为什么你现在不应该投资，就是因为这种事情你根本就无法去确定它什么时候会结束。川普说现在是一个手术结束，那是大家他是给他的百姓一些安慰，说我不用再继续加了，我知道影响很严重，但是我不加了可以吧？我就先这样子手术结束慢慢康复，谁知道你们并发症哪一天他再加这个讲你有并发症，对不对？那再给你开一次，要命啊！所以说，我们当时说米雷可以这样搞休克疗法，那是因为他的货币没有价值，他的物产多，他的货币没有价值。他今天去断什么东西，你只有表面上的难看，跟自己百姓难看，他对世界没有影响力。阿根廷对世界没有影响力，连个毛都不算。所以是说他可以用休克疗法，美国不行。我们在上个月讲过，美国不行休克疗法，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调控世界金融跟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那么你搞这件事情，你根本自己先休克，而且你还换不醒，这个状况是会有的。所以说有人说这个川普是不是胡佛降世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商量，但是没有他的前世今生了。但是就是这个事情是可以去商榷的。美国迎来萧条或是熊市啊，这基本上世界各国都已经确定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因为哪怕除非你明天取消明天把今天的税务全部取消，那么他还有可能是说再抢救一下，但是别人不会信你了。因为你失信一次之后，我为什么要信你呢？对不对？我不需要信你啊，我根本就不需要相信你啊，你根本没有信用。你今天随时涨，而且当天涨，当天宣布，当天涨，你是怎样？搞好小对不对？你搞话后来的大家来讲不行啊，大人有大样，你就不能言而无信。但川普就是个言而无信的主，那么
对美国来讲，以后没有相信美国政府的时候，它的各州就出现问题。譬如是说，加州州长纽森就跟发表一个宣言，就是说世界各国加州跟美国不一样，加州跟美国不一样都讲出来了。美国州长纽森啊，今天讲的，各位就可以去抖音上搜，去 YouTube 上搜。加州州长纽森就这么讲啊，我就跟你说，加州不一样，我需要全世界的单独来跟加州谈生意。哎，我加州跟美国不一样，他要州法凌驾于联邦法，这能不能达成这些事情有困难？因为什么？因为进美国海关的是联邦代管，不是加州代管，啊，这个不一样的，好，这个就有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可以这么宣扬，但是除非他独立，不然不可能。啊，不然真的是比较难了，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了，就是比较难。我看他们的州法怎么样吧，毕竟我对那个欧美法不是很熟，以前有念过了，是不熟，因为一念也是20-3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也忘记了，好吗？但是呢，我们看到马斯克他就说，他建议川普要对欧洲进行零关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到？他可以这么想，但是做不到。因为欧洲跟美国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比较不可能去接受让你变成零关税的一个事情这个也是很难的事情，就并不这么容易并不这么容易。所以还有零关税这个是想法，但是你要做，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好，其他部分关于美国、关于中国的事情，我们今天是来不及提到的事情，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不好意思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在周间呢，我们看它所有的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会再做一个补充。那明天呢，老师明天也会更新因为已经录好了，反正明天的更新吧。老师现在更新已经没有章法了，很常看到老师随便更新，对我现在更新没有章法了。我决定想跟就跟，好不好？我没有跟你固定礼拜三跟礼拜天了，我想跟就跟，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不好？各位就随时随地关注一下老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我随便跟，明天要更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前世今生的故事因为前世今生故事为什么更新比较慢因为老师要去跟久远没有谈过的客人跟他确认他授不授权我去讲他的改编故事因为稍微改一下啦，不然他很容易有些朋友按图索骥，他的家人知道这件事就不好，所以稍微改一下，但是大框架是没有变的大框架是没有变的。所以老师必须要确认因为我们的命理师我们这一派我们老师这一派其实就跟心理学家心理医生是一样的。你跟我讲的事情我连妻子孩子都不会说，我妻子孩子都不会说，带进我到坟墓的最后一刻都不会说除非你同意我讲，好吧？这我都会先讲的，好吗？好，消费主义的陷阱，缅甸是九寨沟，缅甸术法跟九寨沟比，九寨沟是好玩的九寨沟是好玩的，我知道了，开玩笑的了，不是真的了，好吗？美国各国独立马斯克130天到期，它也是5月底的事情，5月底到期的事情，我告诉你，百日维新。当天我就讲过了，马斯克上去教育部的时候，我跟各位讲，这叫以示变法，有没有像？有没有说对？对不对？我开始后面才有人讲百日维新的，我告诉你，我虽然现在过气了啦，但是很多的媒体还是会抄我的内容的啦，我是知道的，很多媒体会抄我的内容的啦。我说百日维新，有没有百日维新出来了？以示维新，以示变法，百日维新，是不是我第一个讲的？我敢说，我就他妈第一个讲的，对不对？小骄傲一下，虽然我现在过气了，没有什么人看了，感谢各位有支持不然其实现在真的是人气差了一点。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后面在周间我们最近不定时的更新。好，最后还是一样，我们春季的补运法会还是参加一下吧，毕竟这才是我的本职，好吗？这才是我本职，我本身是一个算命的，好不好？不要现在问我投资建议，我是一个他妈算命的，好不好？我不是投资老师，我不是那个丢笔那个老师跟你讲，你不在听算命也是常讲这句话了，但是也不是这个意思好，各位还是凭自己的想法。我是一个算命的，我就是一个办法会的，我就是一个宗教从业人员，搞清楚，好不好？乾坤门武术不是乾坤门财经，好不好？也不是什么陈老师说股票，好不好？没有，都不是，好不好？我这是个算命的。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风水要学的，在留言跟老师讲，你有兴趣那个老师还没定价有什么状况再说吧，好吧？好了，真的结束了，拜拜。真结束了。